F-16 Block 20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1997年起陆续交付中华民国空军的一系列 F-16战损战斗机，美方称之 Block 20，即第20批次生产版本。机体以批次15 OCU 为基础，机翼与机尾为批次52的混合机型，航电以北约 F-16AB MLU 方案标准为基础改进，具备超视距空战、精确对地和反舰能力，总计生产150架。截至2012年，保有140架在役。自2018年开始，空军已陆续将旗下 F-16AB Block 20升级为 F-16V 标准，而全数 F-16AB Block 20的升级计划预计于2023年完成。冷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依靠美制战机保障制空权。自1970年代 F-16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之后，在每年的美台军售会议上皆出现向美国要求采购 F-16的提案。在吉米·卡特政府执政时期，通用动力针对无法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核的潜在客户，提出使用 F-4U-02战斗机上的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动力的降级版 F-16、F-16-79计划。据信，便是为了争取中华民国订单而研制，但使用前代发动机的 F-16-79性能不如一般 F-16，而有足够经费采购 F-16的国家，美方多半愿意提供标准版本的 F-16。降级版本的 F-16-79自然不受大多国家重视。在1980年代，因里根政府签署817公报，更让出售 F-16给中华民国空军的希望渺茫。至1980年代后期，中华民国空军主力的 F-104战机因为接近寿命中期，妥善率偏低，除了严重影响空防任务之外，也造成多起坠毁意外和飞行员的折损。1989年5月，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之后，达林集团同意出售幻象2005战斗机60架，中华民国空军方面并且保留后续60架战机的采购选择权。一般相信，这件军售案给予美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冲击。1992年9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宣布同意出售中华民国150架 F-16战机，包括120架 F-16A 与30架 F-16B， 总金额达到60亿美金。这个采购计划，美方命名为和平凤凰，台湾命名为凤凰计划。虽然当时通用动力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工厂在量产的机种为 F-16CD， 而且这也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首选。然而，通过批准出售的是 AB 型，要复刻旧机势必会增加成本及后续的各种难题。最后，在双方协调后，生产了一种独一无二的 AB 型。这个批次使用了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的机身为基础，批次30、40的机翼，批次52的机尾与垂直尾翼，批次42有挂载点的进气道，搭配当时欧洲4国正在进行中的中期寿命升级计划的航电设备标准，以及批次32的动力系统，普惠公司的 F100PW220 发动机，成为独一无二的型号 F-16批次20。和平凤凰计划虽为中华民国战机提供实施域，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估计需要450架左右规模的先进战机，先后购入的3款机型总数仍不到这个门槛，因此还有大约1个连队左右在1980年代末期制造的 F5EF C 构型机仍在服役。这批战机服役20年后，约自2005年起，陈水扁政府执政时，中华民国空军开始将美国采购，争取至少66架的 F-16CD 取代 F5机队。但美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又顾及广大中国市场的经济贸易下的美国国家利益及诸多理由加总下的 F-16采购计划，美方长期未能允诺，直到2019年才成功采购 F-16CD Block 70。面对中国及台湾双方空中战力落差逐渐弥平甚至不利的状态，2011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通知中华民国政府的军售项目，提供了 F-16的全面升级计划。美国方面释出的清单包括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联合头盔瞄准系统、AIM-9X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NALQ-213 电子战管理系统、联合直接攻击弹药、Have Glass 2电磁波吸附逆踪涂层，以及计划研究换装 F100PW229 发动机等。之后实际升级并未更换发动机，而是沿用原有的 F100PW220 发动机。而美国部分参议员与众议员则希望奥巴马当局批准 F-16CD 对台军售案，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华民国的要求，二方面
可以让即将关闭的 F-16生产线延长一段时间，解决美国严重的失业率。后来就美国官方的说法，美方并未排除日后售台 F-16CD 的可能性。此一说法就是先将国军 F-16AB 增强某种程度的战力，尽量达到平衡解放军威胁的程度。2012年10月，洛马公司赢得美国政府价值 18.5 亿美元的合约，为中华民国145架 F-16AB 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洛马公司称，升级包括安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嵌入式全球定位系统、升级电子战和其他航电系统。在雷达来源部分，中华民国空军决定交由洛马选择与美军同样的雷达款式。2013年8月1日，洛克希德马丁宣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的 SABR 雷达赢得竞标。升级工程除了前2架在美国实施外，大部分改装业务由汉翔工业在台湾进行。2016年至2021年完成作业。2015年10月21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公司官网上宣布，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设备的 F-16V 已于16日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完成首度试飞。该架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A 战机隶属中华民国空军，这也是全球首架 F-16 微型战机完成试飞。另一架由双座机改装，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的 F-16 机队首批升级在2017年1月16日进场。批次20是以批次 15OCU 的后期型机身结构为制造基础，而批次 15OCU 的后期型特色则是采用批次50、52的机翼和后机身，强化原先 F-16A 的结构缺点，因此在机身空重部分高于批次32，低于批次52。进气口更换为两侧下方增设硬点结构的批次42架构，可携带低空导弹及夜间红外线标定夹舱外销版 AN/AAQ-20 探路者导航夹舱与 AN/AAQ-19 神射手标定夹舱。其进气口为 F100PW220 构型，直径较小，不适用 CD 批次50-52进气量较大的 F110G1-129或 F100PW229 发动机。批次20装备 AB 型使用的 AN/APG-66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华民国空军使用的型号为 AN/APG-66V3，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50公里，输出功率为 3.58千伏安，共购买157具。与欧洲国家中期寿命升级的 V2A 不同， V3 为配合麻雀飞弹需要的半主动雷达导引，增加了连续波发射组件，提供连续波照明模式供飞弹射击指挥用。同时，因早期凤隼案时美国并未出售中华民国 AM120， 故将 AM120 的导引能力暂时锁起，直到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同意出售我国 AM120 后，才将此能力恢复。除此之外， AN/APG-66V3 和 APG-66V2A 能力大致相同，如最大探测距离180公里，能追踪10个目标并导引飞弹打击其中6个。批次20和批次15OCU 一样，都是使用 F100PW220 涡轮扇发动机，特点是采用数位控制系统，改进先前型号的缺点和提高可靠度。最大军用推力14370磅，最大后燃推力23770磅。批次20使用的航电系统多半与欧洲北约国家在1980年代实施的 MLU 计划相同，飞控计算机为德州仪器公司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搭配菲尔蔡防卫公司的数字化地形系统。资料显示则是由汉威公司的彩色阴极射线显示器。座舱内部仪表盘与夜视镜兼容，不过座舱罩上并未镀上降低电磁波反射的筋膜。批次20虽然是新生产的飞机，然而机上的线传飞控系统仍然沿用 F-16A 的类比系统，而非 F-16C 的数位系统，也因此无法与完整版的 Lightning 夹舱进行整合。2001年因采购 AM120， 批次20机队将任务计算机升级至 MMC 3051标准。批次20主要的电子自卫系统是 AN/APX-113 先进敌我识别器及 AN/ALR-56M 雷达预警接收器，搭配 AN/ALE-47 反制撒布器，提供基本的电磁波辨识、警告及自卫机能。ALR-56M 先后在2006、2016两度升级更新。除了被动防御针检硬件，1994年美方同意出售80套 AN/ALQ-1847 电子干扰夹舱。这一款电子干扰夹舱也在后续升级中整合入 AN/ALE-50拖曳诱饵系统，为 F-16提供较充分的电子作战自卫能力。
1998年6月，美国另外同意出售28套蓝艇外销版加舱，总价值1.6亿美金。这一批夹舱虽然没有原版蓝艇的完整功能，包括自动地形追掩与回避，以及自动指派目标给红外线影像导引的小牛飞弹，但是仍让批次20机队得到了夜间低空作战能力。除了与战斗相关的系统，在和平凤凰计划执行时，空军同时以凤眼计划采购挂于机腹的侦照夹舱，使 F-16具备侦察机的能力。夹舱军规编号 AN-VDS-5 LOROPEO， 此装备实际筹获始末，空军并未公开资料，外界仅知采购10组。在2000年派遣相关人员赴美接受训练，略约在2004年，该批装备结缴给中华民国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服役。此侦照夹舱具有光学、红外线影像侦照功能，采数字化存储器储存影像资料。侦照距离有2种说法：50海里以上与70海里。自美国运交 F-16后，因为持续购入新武器，机队一直在执行小规模的升级，但都以更换计算机软件、改善界面等次系统居多。全面性升级计划是跟随美军计划。升级清单在2011年9月22日美国发布的对台湾军售清单中详列。虽然美军因强制预算撙节计划一度让 F-16 延寿改良计划陷入停摆风险，但后来在拆开计划并由中华民国空军负担计划费用下，最终项目顺利续行。升级型机种原厂称为 F-16V。2017年9月27日，东森新闻采访嘉义空军基地的455战术战斗机联队，该联队战力展示在待命室待命的飞行员，完成战机6分钟升空拦截。2017年9月30日，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轰6K 轰炸机于2015年3月30日飞越台湾南方海域的巴士海峡时，遭2架不明战机拦截。和轰6K 最近距离仅10多公尺，两岸官方皆未证实战机国籍、机种，但两岸军事网站根据外形研判为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战机。2019年10月，三立新闻台能战全民新世界公布6802、6821跟6609、6623、6631、6653在嘉义基地飞行影片。2019年11月，空军派出6架性能完成提升的 F-16V 战机，首次参与天龙演习。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台湾空军是台军机构组织最扁平化的一个军种，空军司令部下辖4个指挥部、7个作战联队，以及负责行政专机的松山基地指挥部。作战指挥部虽然是空中战术和防空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但是行政上和作战联队是并列的，互不隶属。作战指挥部下辖3个指挥支援方面的联队，核心是战管联队，设有北南东3个区域作战管制中心、7个固定雷达中队和3个机动雷达分队。作战联队在2004年精进案中取消了大队和中队编制，直辖2到3个战斗机作战队、1个修护补给大队、1个基地勤务大队和1个宪兵中队。每个作战队拥有20到30架飞机。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编制和陆军类似，下辖5个防空旅和1个防空管制中心，每个旅拥有2到4个防空营。整个空军编制约 3.5 万人，略低于海军的 3.8 万人。台湾空军目前拥有约370架战斗机，加上各种辅助飞机，总数约为550架，在世界空军里大约能排入前20。但是因为飞机主要来源地美国和法国的刻意限制，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偏科非常严重，基本上是一支纯粹的防空军，严重缺乏战略攻势和对地攻击能力。台湾空军的作战联队也像海军舰队一样，将同型战机编组在同一联队、同一基地内，以便于维护保养。出击战机的飞行性能也保持一致。不过台湾空域实在是非常狭小，东西最大宽度也只有144公里，打开加力5到6分钟就能横穿。不同基地、不同机型之间相互支援相当快捷。新竹基地是台湾本岛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距平潭岛只有130公里，和上海到宁波的距离是一样的，距离台北市区则是60公里。机场离新竹市中心只有3公里，跑到西南角距离海岸仅1500米。
台湾空军基地通常在机场周围布置2到4套天空卫士近程防空系统，它由天空卫士火控雷达、2门厄利空35毫米双管高炮和1到2座陆基4连装麻雀防空导弹组成。雷达、高炮和导弹都为拖曳式，部署在加高的发射平台上，有坡道通往地下洞库。台湾从1980年起进口了24套天空卫士，建设了21个阵地，但目前只部署了16套，其中8套配备了麻雀导弹，今后将用捷凌防空系统替代。除了增加新加坡产伯夫斯40毫米高炮和 T82型20毫米高炮，导弹也将更新为红外制导的天剑1和主动雷达制导的天剑2。除了第2联队的幻影2000，陆军航特部601陆航旅的一个 AH-64E 攻击直升机作战队于2020年2月18号从桃园龙潭机场移驻新竹基地，更加靠近海岸部署。空军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即原第499联队成立于1953年，2年后由 P-47换装 F-86F 进入喷气时代，先后装备过 F-100 和 F-104。1997年开始接收第1架幻影2000，1998年11月全部60架幻影交付完毕。2004年经进岸后调整为直辖第41、42战斗机作战队和第48换装训练队，按编制各配备20架幻影2000，连队长为少将军衔。1989年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除了引进拉菲特级护卫舰外，还促成法国出口幻影2000战斗机。当时台湾空军的主力截击机还是2个联队的 F-104， 年代久远，故障率高。服役38年间，总共302架坠毁了114架，坠机率在装备 F-104 的空军中高居第1，急需换代。经过长时间地下谈判，1992年密特朗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48架单座幻影2000-5E-I 和12架双座型幻影2000-5DI。另外包括960枚新锐的米卡主动雷导制导中距离空对空导弹，480枚魔术2格斗导弹，若干 ASTAC 电子侦察吊舱和相关支援器材，总价38亿美元，代号飞龙专案。这是米卡导弹数量最大的一笔出口订单，因为台湾方面怕国际形势变化，法国今后会禁止出口。当时幻影2000 BC 型在国际市场上受到 F-16CD 型的压制。为了保持竞争力，达索公司和航电生产厂家汤姆森 CSF 公司在没有得到法国空军的支持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开发改进型幻影2000-5，来自台湾的订单雪中送炭，分摊了大量研制费用，也令台湾空军成为幻影2000-5的首个用户。法国空军直到2000年才将幻影2000C 机队升级为幻影2000-5。ASTAC 吊舱更是到2013年才配备给幻影2000D。和幻影2000 BC 型相比，幻影2000-5换装了新型 RDY 脉冲多普勒雷达，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30公里，可同时扫描24个目标，并跟踪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引导4枚米卡导弹攻击其中4个目标，多目标交战能力大大增强。座舱采用为阵风战斗机开发的部分玻璃座舱技术和 VEH-3020 平舷，并安装了 ICMS Mk2 电子战套件和 CMIR DDM 导弹警告系统。但是幻影2000-5没有配备战术数据链，售台型号也取消了法国版所具备的对地攻击能力、飞鱼反舰导弹发射模式和空中加油能力。从1997年5月5号到1998年10月28号，全部60架幻影2000-5分9批从马赛经海陆运抵华联。第11大队下辖的第41、42中队分别于当年4月及11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第48中队则在2001年5月完成改装，第499联队完全形成战斗力。凭借 RDY 雷达和米卡主动雷达导弹的组合，在当时整个东亚都处于领先水平。另外，根据当初的协议，台湾空军每2年派出1名第2联队的教官前往法国空军现役幻影中队交流实习2年，一直延续至今。外界普遍认为，台湾空军已经将大部分幻影2000封存于花莲嘉山和台东建安2个洞库基地中。新竹基地担负战备值班的只有一个不满编的战斗队10几架飞机。新竹基地从今年4月起进行为期2年的跑道大修。第2联队除了留下4到6架幻影2000在新竹进行战备值班，其余飞机全部调往清泉港基地。按照上面的估计，去清泉港的实际上可能也不足10架。清泉港基地位于台湾本岛西海岸的正中位置，距离福建莆田南日岛约146公里，北距新竹机场66公里。
它和台中国际机场共有一条3750米的跑道，跑道北端距离海岸7.8公里，离台中市区12公里。因为陆军第10军团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清泉港以东的台中市区各处，清泉港基地内只有一个空军宪兵中队。台中港和清泉港基地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清泉港基地基于日战时期，该地古名公馆，在当时称为公馆机场。1956年，根据美台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实施阳明山计划，由台湾提供台中大肚山土地，美国负责工程建设，对公馆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1959年11月，以台中机场之名落成启用。为纪念淮海战役中战死的邱清泉中将，1966年正式更名为清泉港空军基地。清泉港部署的是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原第427联队，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空军第3大队。1936年成立于江苏句容，1953年在屏东扩编为第3联队，先后装备过 P-47、P-51、F-86F 和 F-104。1992年开始换装 IDF 战斗机，成为台湾空军第一支装备2代机的部队。沈一鸣就是第一批6名 IDF 种子飞行员之一。第7换装训练中队、第8中队和第28中队分别于1993年11月、1994年12月和1995年11月实现初始作战能力。1997年，全联队完成换装任务。2004年，经建案中撤销第3大队和第8中队，联队直辖第7作战队和第28作战队，另设有测评战研中心。IDF 由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持研发。1983年并入中山科学院，以打破行业壁垒，统筹全台的科研生产力量。IDF 的设计分为4大部分，分别和4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深入合作。研发机体和气动布局的鹰扬专案和通用动力合作，获得先进发动机的云汉专案和加雷特公司合作，发展飞控和航电系统的天雷专案和西屋电气合作，研发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天翔专案，后更名为独立的天剑专案。虽然号称自主研发，但外界普遍认为天剑2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技术引进了竞标的 AMR-AAM 失败的摩托罗拉方案。实际上 IDF 的总体设计就是由刚刚研制成功的 F-16 的通用动力主导的，中科院只是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通用动力派出了上百名在职及退休技术人员，以个人名义赴台，沿用 F-16 的研制模式展开设计工作。在获得美国政府核准的技术出口许可后，尽量采用 F-16 的零部件。第1阶段软件开发也由通用动力负责，第2阶段才交由台方独立完成。不过在具体设计中，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和实际需求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架具有独特3代机特征的现代化战斗机，而不是日本的 F-2 战斗机那样纯粹的 F-16 放大版。IDF 原型机于1989年5月28号首飞，距离项目开始的1982年仅过去7年。对毫无战斗机研发经验的台湾来说，进度相当顺利。最初台湾计划生产250架 IDF， 但是80年代末国际形势转变，台湾获得了梦寐以求的150架 F-16AB 和60架幻影2000-5。IDF 和他们相比就显得劣势明显了，而且造价颇高，单座型单价就达到了2300万美元，比 F-16A 的1460万美元还要贵出一截。唯有自研自产不受制于人这一优点。最终除了6架原型机外，从1992年到1999年共生产了103架单座 A 型和28架双座 B 型。总体而言， IDF 在处处受到掣肘的情况下设计的还是相当成功的，基本达到了台湾空军赋予它的作战要求：中低空空优作战、中距离截击和对地对海攻击。因为台湾空域狭小、基地密集、航程短、载弹量小、高速性差等缺点对台湾空军来说都不是大问题，而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以及3代机的优秀气动布局， IDF 的转弯半径、大仰角飞行能力、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都相当好。完成 AB 型的生产后，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对 IDF 进行升级，增加2个天剑2挂架、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2A 反辐射导弹，升级雷达、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电子战系统和飞控电脑，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增加地形跟踪模式，并且具备安装机背保型油箱的能力。新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在2004年10月和2007年3月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
10005号单座型沿用旧有机体结构，只对航电系统升级。10006号双座型为机体航电完整构型，但是台湾空军对这一改进并不满意，因为发动机没有变化，增加航程、提升隐身性能等最初提出的要求都没能实现，最终单双座各建造了一架原型机就终止了计划。此时距离 IDF 首飞已经过去了28年，因为台湾当局热衷于外购而忽视自研，当年的研发团队早已散尽，大部分去了韩国协助研发 T50，希望能早日回到正路。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